当然还包括了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因为就在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我自己本身也都是隔了3个多月的时间了哈，才能够再一次的看到歌手艺人回到我们的这个播音间当中，然后是亲自来到现场的来接受访问。在今天晚上，现在如果你还不知道我们是在哪里这个做直播的话，请你赶快打开我们在 YT 在 YouTube 上面的官方频道。他现在正在戴耳机，等一下他要把耳机戴起来，然后我们也准备要开麦克风，同时呢，我们的镜头我看一下，我们的镜头好像打开了。最近 YT 的广告好多哈，来 ，OK， 好，出现了画面当中，让我们来欢迎，我们麦克风已经开了吗？让我们来欢迎杨宇腾嗨，大家好，我是杨宇腾嗨，欢迎来到黑的饭联盟欢迎来到奈玩 DJ 的节目时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来好好的，不管是聊过去的戏剧作品，接下来新的音乐作品，通通都可以来大家大方的分享哈，因为好多的歌迷朋友们都来跟我们已经先打招呼了，才刚刚开始，不管是中文的啦，我刚刚看到韩文的啦、英文的啦，通通都还包括了日文的哈，通通都来。但是你出道到现在多少？刚刚才过1年的时间，1周年的时间，感觉怎么样？过去的这1年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或者用什么样一句话的方式，给你自己的过去这1年的岁月做一个什么样的注解？就是非常的开心啊，非常的开心，有现在这样子的我。对，这1年就是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刚开始发EP啊，然后演了一部戏，对，然后到现在1周年的时候，真的有收到粉丝们很热血的一些支持，留言之类的，很多应援干嘛的，然后非常非常的开心啊，对，然后就过了1周年之后，就告诉自己，这是一定要感恩的事情，然后之后的事情有更多的动力跟期待，可以努力下去。当然啊，这个1周第1个年头过去哈，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宇腾他在多方位的，譬如说戏剧也好，然后音乐上面的呈现之后，马上的也有新的作品要推出。今天晚上你来到现场是因为要进行我们 Hit FM 的首播，马上要准备出现我们的片头喽。你要自己介绍吗？还是我跟你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好。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杨宇腾过去所发行的《Follow》之后，马上来听听今天晚上的 Hit FM 首播单曲。Hit FM 首播。好，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因为宇腾你即将要发行新的音乐作品，对不对？对，要不要来介绍一下专辑的名称？这新 EP 叫《碎语》。然后就是讲一个我比较内心黑暗的地方，也是说脆弱的一个地方。然后希望这次给大家听，好像没有之前给大家看过的我。然后还期待这首歌大家听的时候会有一个动力，可以勇敢的往前。对，好，来一起来听听，特别在歌词的部分是来自于宇腾他自己的这个歌词的创作。听到这首单曲全新的首播叫做《怀疑爱》。早已都毁坏，虚伪的世界没什么奇怪。对，我们好多的粉丝，不断的刷。我们等一下也会来问问看，为什么会这一次的怀疑爱是要比较 rock 的风格，跟刚刚的 follow 又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先问一下。你怎么会想到要用碎语的这个碎？碎语就是比较哪个？太久了啦！就内心的，对，内心的东西。因为它是深邃的邃嘛，好，就是说中文的深邃的那个邃，所以那时候怎么会想到要用这个字？就是这是因为做企划的人，就是听我写词了之后，就感觉很适合这个词，对，然后就，我也觉得听他的企划的时候，可以，然后就。所以就为了这张专辑就叫做《碎语》这样。什么时候发行啊？现在有时间？什么时候发行？9月14号正式。9月14号正式的推出。OK， 专辑里头有多少歌曲？多少首歌曲？要不要跟大家分享？里面还是一样2首。2首歌，还有32张的写真。写真。对。
都在这一次的写真拍摄的时间上面来说，尤其又因为碰到了前一阵子的疫情升温，这样在工作进行上面会比较辛苦嘛？比较辛苦，就说譬如说拍摄的时候啊，或者都是在，对啊，那个时候要怎么样来进行？也没有到辛苦啊，但是因为就是拍摄的时候，我自己也有一些想法，然后在那个照片里面，希望可以大家可以感受到我的那个感觉，在当时候歌词里面的一些痛苦，比较深邃的，对不对？比较内心的那边。来，我们听完第一遍，我们准备跟大家聊一下。OK， 我们听到的全新首播就是来自于今天晚上的特别来宾 You， 对不起啊，我刚刚拍了一下手 You 杨宇腾的《怀疑爱》哦，这首歌曲的，我们先聊曲风，因为我们一听之下就觉得很 rock， 然后很电吉他，所以像这样子的音乐曲风是你平常私底下的有喜欢的常听的音乐的感觉吗？这风格我以前比较常会听的那个曲风，对，然后因为这次。这首歌是我大概是14岁的时候的故事哦，14岁时候的故事，然后我希望歌词也比较强烈嘛，对，因为你这个电吉他的声音其实就已经很强了嘛，对不对？歌词的部分要衬托出来的故事，对，相对的也必须要很有故事性，希望可以有一个态度可以讲这个歌词，对。那所以，因为你刚刚讲到了这一次的这个碎语啊，里头的故事都是来自于过去自己的生活，所以在歌词也是你自己的创作。对，让你来写中文的，而且还要写歌词，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嘛。而且为什么会想到说，我愿意来做这件事？愿意，其实创作这个东西是我一直想要尝试的一件事情，然后非常开心这次。可以做到这个事情的，因为写词的部分，因为我的能力还不够到很好了，所以那个袁软老师有指导，就是水浪社奇人的，帮你稍微提一下什么地方，给你一点 idea， 给你一些建议这样子。那好，怀疑爱这一首歌曲里头，有没有哪一句歌词是你觉得最强烈，或者你觉得最怎么讲，把那个14岁的时候的 You 的故事又带回来的一段？未知的未来，会值得未来。对。那个什么，那个的未来，后面是什么词？好，没关系，想一下哦，我们要用歌曲的部分来想一下，但没关系。其实这一次就代表说，也是怀疑爱的，怀疑爱的成为了这一次的这个音乐创作的主轴。我在想。那你现在再回过头来，你说这些，譬如说中学的时候发生的事情，14岁的时候的故事，它到现在的你在写完了《怀疑爱》这首歌，当它变成了一首音乐，或者说歌曲的故事的时候，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你现在是已经把它放下来了吗？还是就觉得为这件事情做一个了结了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因为写词，我这是写了2首歌，然后2件事情当成2件事情好了。就是这2件事情是我比较不想要回去想的事情，对。然后写词的时候，重新去面对我之前发生过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一件事情，对。我真的有痛好几天写词的时候。那为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想要再回去？把这一段过去这么不想提起的事情，再一次的来重新的打开。因为的确，这个2件事情在我人生里面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然后我想说，如果没有这2件事的话，也没有现在的我。对，还是重新去面对。也不是说处理这件事情，重新面对这件事情发生。我后来就发现，就以前为什么会这样想，后来自己可以。了解那个时候可以想通了，对，也是蛮开心的事情。对，其实你看，透过了音乐的创作，等于我们常常讲治疗，把自己一些过去的走不出来的一些想法，也可以在这一次重新的整理，然后就给自己多一分的释怀，这样子哈。那所以这一首歌是
即将要推出的碎语的1/2，另外一首歌也是像这样子的 rock 这样子的感觉吗？还是比较是什么样的曲风？你会怎么去形容它？这比较强烈，然后另外一个比较脆弱一点点。所以两个是有对比的。但是还是有乐团的那种编制。OK， 有乐团的编制这样子。OK， 所以到时候等到专辑，你刚刚说是9月14号，到时候会正式的发行。我们到时候就可以好好的一窥究竟哦，到底又有杨宇腾他在过去的这一段故事。也许对你自己来说是不想要这么样的去提起，但是他确实是造就了You这个人，同时呢，也让歌迷朋友、粉丝朋友们可以更加的贴近你，更加的了解你。因为我在想，过去的透过了不管书毅这个角色，让大家认识到你，但是与其说贴近书毅的角色，倒不如说大家更想要贴近杨宇腾这个人呐。所以让我们能好好的期待9月14号。到时候的碎语正式的发行。今天我们在广告时间，也请你不要转开我们的这个，不要离开我们的 YT 的频道。待会儿呢，还会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 off camera 和更多的这个杨宇腾。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哦。好，哇，今天的这个所有的歌迷好多的歌迷的那种，会不会冷？不会的。不会吗？怕冷吗？是怕冷派还是怕热派？怕热。难怪了，你看。那这样等到，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冬天，圣诞节左右的时候来，你再来黑的饭，就穿个 T 恤像这样。好啊，这样就够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意思。OK， 好，其实你看很多的歌手啊，在出道之后，然后譬如说会给歌迷叫一些不同的名字，就是这个是我的歌迷，就都叫做什么样什么一个封号这样子。你现在有吗？有一个字，然后有一个譬如说歌迷的名字，譬如说譬如 Super Junior 会叫 Elf 啦，然后什么 BTS 会叫 Army 啦 ，B 是什么？B Friends 嘛，BF 啊，你有想过这个吗？有哦，有，现在有正式曲名，有正式曲名叫米果。米果，你看，所以所有的米果们，那这样知道了。等一下我们会跟所有米果们一起来打招呼。难怪我刚刚就看到好多的米果。那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戏剧的作品结束之后，那个时候收到了这么多不同的回响，尤其是对于一个刚出道的新人来说，那时候感觉怎么样？是完全的开心，还是有一些不习惯吗？哪一种？当然是开心的部分比较多了。对，但是这些也是我一直在坚持想要做的事情。对，所以不要开心的太久。所以就不要太沉浸在那个状态里头，还是重点是继续往前看，还有更多的音乐作品的创作等等等着你这样。OK， 好，来，我们再回来哦。OK， 时间是晚上的8点14分，继续再回来。今天晚上黑的饭联盟网的奈湾 DJ 节目时间，不只是要跟听众朋友们打招呼之外呢，还要跟我们所有的米果们打招呼。让我们来欢迎 You 杨宇腾。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宇腾。You， 请问一下，从这个出道一直到现在这个刚刚满1年左右的时间，以前的你在正式出道以前，对于写歌啊、唱歌就已经是非常向往了吗？就是一直都会很期待说成为歌手，或者是肯定啊，一定嘛，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写出这么多不同的音乐歌曲之后，你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怎么讲？透过了这些 rock 的歌手等等，让自己的有朝一日站在舞台上面的样子，也是一定要就是很 rock 的表现吗？还是也是那个时候也是会这样想？比较一个 rocker 的那个时候的想象是一个比较有想象过，对，有想象过，但是没有想到真的会呈现。对，但你看，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听到了不管是你之前的音乐专辑的发行，然后包括了即将要推出的这碎语，因为碎语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 Dark Wings， 对不对？叫做黑暗的翅膀。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在第一次看到这个专辑的名称的时候，我就很想要问说，这个 Dark Wings 啊，它到底是为什么会有黑暗的一面？这样，那今天在听到了这首首播的作品之后，就可以多多少少了解一下。那你譬如说现在的你，如果说
碰到了，不管是学生也好，或者有的人是在职场也好，可能也正在经历一些怎么讲？可能他也觉得哦，很有一天我也不想要回望这些的事情，你会怎么样去激励他们或鼓励他们？我是觉得要回去想这件事情是非常要一个勇敢的一件事情，因为的确这件事情也是可以放弃的。你不必要去面对这件事情，过去就好，其实不必要去面对。但是如果你自己去面对的时候，会发现，跟之前不一样，你可以获得不同的想法。你可以更多的东西想事情的，更多是想事情哦，想一个正能量的这样子的感觉。OK， 所以你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就不断的说，不只是希望能够加油鼓励你之外，重点也很多人都说，《怀疑爱》这首新的作品就听起来超过瘾的，超好听的这样。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碎语之后，你未来因为刚刚我们听到的，譬如说现在听这首歌曲就是 Follow 之前所发表的音乐作品，我们才说到说曲风上面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你有没有想要在未来的音乐创作的路上，有没有哪一些是你觉得特别想要挑战的音乐风格？因为我想要挑战就是正能量的，就是勇敢，就很像日本动漫歌曲的那种热血的。对，我好像之前的歌都是比较偏悲一点。对，好像没有写过正能量的歌曲。对哈，那你本身也是一个动漫迷吗？现在还有时间吗？时间去看就是有啦，但是现在比较还好。现在比较没有什么时间，看剧比较多。那最近的这一段疫情生活，你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你应该也是一样，一天到晚窝在家里头啊，那就是前2个月那样，你都是怎么样来消磨自己的时间，打发自己的时间？比较宅啊，很宅吗？睡觉，一直睡觉吗？对，我很会睡。你大概你的睡的 schedule 大概是怎么样？最高纪录可以怎么样？什么叫做很会睡？因为我可以睡一天，真的，其实都不用会起来，就不用吃饭的那一种。上厕所呢？这个要了，就我说还是会起来一下，起来，但是还是可以回去继续睡。那你是那种一睡觉之后就是别人怎么吵都吵不醒的那种？对，不会醒。好可怕，真。那你在过去的这几个月时间当中，最高纪录睡了几天？这已经比较不会睡到几天了，还是睡个什么10几个小时就起来。那我要帮歌迷们问，你有没有起床气？你知道什么是起床气吗？起床气就是起床了之后会生气。我这个很厉害。什么意思？很有起床气还是很没有起床？很有。然后就是那种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一种。什么意思？就我可能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你的起床气大概是什么样？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住宿的时候跟朋友一起住嘛，然后就早上就朋友要叫我醒来，然后我就直接挥拳哦，对，挥拳或者踢干嘛？但是我起来的时候，朋友就跟我说：“你刚刚打我。”然后就有吗？你都完全不知道。那现在呢？那个是过去嘛，人家吵。那现在的，譬如说，现在你会不会起来了之后知道说，我现在就是很容易生气，这样你会知道吗？我起来之后比较还好，但是睡到起来的那段时间比较。那譬如说在拍戏的时候，或者在工作的场合当中，有的时候譬如说等戏啦，或者是对不对？要上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稍微小睡一下。如果这样再有起床气，会不会需要你知道工作的时候不太会这样，对，就不太会有起床气，就可怕了，对不对？所以我才说一定要好好的控制好。这不对，不错，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到，对不对？另外一面的you啊，所以其实，在疫情的期间当中，除了看一些剧，对不对？再不然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睡觉。对，那好，那譬如说写歌的时候，像这一次你把你的这些过去的故事，然后分享了之后，接下来要往前看的话，你会想要分享什么样的故事呢？
歌词的部分，因为你看这一次已经先把比较难的中文的歌词都已经写出来之后，接下来会想要把自己你会想要摆在一个幻想的故事里头吗？或者还是会再回到过去自己的生活的经验？因为我本身还是喜欢抒情歌，对，所以我想还是要尝试看看自己写抒情歌。所以还是想要试试看情歌的作品。因为我听说你好像也很喜欢看，譬如说爱情的电影啊，或者是文艺的剧嘛，对不对？所以你自己本身，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吗？我不浪漫，应该。因为睡觉会挥拳，所以光是这一点就一个，你自认你不是一个浪漫的。对，就很多人我自己认为啦，就是我的浪漫就是那种忽然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好浪漫哦，就不是那种送礼物干嘛的那种浪漫。我懂，你所谓的浪漫是处在于那个环境里头，空间里头那一种的浪漫。但我其实觉得这样那个也算是另外一种很浪漫的那个。有的时候因为浪漫不一定，你看我花大钱买包包给你，我买手表给你，其实不一定。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享受那一刻那个时光，就可以感觉得到。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之前所发表的《水蓝色情人》，对不对？那你觉得在今天我们先同样也拿到之前的对不对音乐作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水蓝色情人》的时候的 You 跟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怀疑爱的 You， 你觉得你的成长啊，或者哪一块是让你觉得你成长自己感觉最多的？成长。中文还是有成长。中文开玩笑都写歌词啦，对不对？对。然后还是唱歌这个方面，是我这次在录歌的时候有感受到自己对歌的乐趣。对。因为就更投入在那个感情里头了，然后发现我能这样唱的那种感觉，就自己有感动到自己。那不是叫感动，就是没有看过我会变成这样的感觉，展现出一个自己没有想到的自己这样子。所以这就对啊，其实这样子就是一种成长啊，就是会吓到自己的那种不一样、莫名其妙不一样的改变啊，不一样的改变。你看这么多不同，因为我们不但是在聊天的同时，然后我一直不断的在看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啊，然后在刷留言这样。其实我就觉得，像因为你的出道的这一年，其实真的是在一个全世界各地都很。真的是莫名其妙的一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啊，等等哈。但是就是过去的这一年，真没有办法的大环境。未来的你，因为很多歌迷朋友已经在问了，演唱会啦、见面会啦，等等，这些当然我知道，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去想，可能会觉得有点难，或者是有点远。但是你自己会不会也有一个某种程度上面的目标，希望能够好比说。几年之内，或者是多久之内，能够举办一个什么样的？你有给自己设这样子的目标吗？这个目标我自己就不好说了，因为这个环境就是对，我懂，因为但譬如说公司会不会开这些东西让你肯定会有，就是我会答应说，就是肯定会有，给大家有机会可以看我的表演，这是肯定会有，对，一定会有的。就是重点还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能够先跨越现在的这个时下的这个大环境。重点就是等到那一天过去了之后，对不对？一起好好的加油，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更近距离的方式能够看得到，然后能够听得到这一位水蓝色情人。怎么样？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当中，你对你的歌迷，对你所有的迷果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识？你觉得你的自己的印象当中？你对你的歌迷是一个什么样的？你的歌迷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你的粉丝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怎么样的感觉？他们跟你的互动啊，譬如说有些是好比说，有些是很暖心啊，然后有一些是很会照顾啊，或者是有一些是一直不断的提醒啊，要吃饭哦，要睡觉，但是听起来你很会睡觉，要睡觉啊，等等。你觉得他们带给你最大的鼓励或最大的一个感动在哪里？很关心吧，就刚你说的，多多。注意一下身体啊，吃饭。最近变瘦了，变胖，干嘛的？他们都看得很，对不对？很细哈。也很感谢他们默默的陪伴。对，
这段时间也没有很多可以看到我的情况，对，所以机会哈，对，机会没有机会，对，但重点是，即便是就算是没有办法真的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但是他们不断的持续的在 follow 着你，然后一直都在守护着你，好，给你最多的支持与鼓励这样子。好，那未来的你除了歌手，然后跟演员之外，你还会不会想要再有更多的斜杠？因为我最近发现有好多本来一刚开始的双栖艺人开始变主持，我都觉得我的主持的这种你知道工作开始要不保了，你知道？你有没有？你现在目前为止，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挑战的斜杠的领域吗？应该没有，就先好好做。不要跟我抢主持，不要跟我抢啊！不要跟我来抢这个，对。好好做音乐，好好演戏，对，好好音乐跟演戏，还这两个还是你目前为止先最专注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在音乐上面当中，刚刚。也有自己也讲到说，宇腾自己也说到说，想要唱出那种比较热血的、带有希望的，然后正向的力量之后，那当然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你的戏剧的演出，以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特别挑战的角色，或者是个性的对角色的个性或什么样的戏风，可以在这边许愿啊，然后不一定制片会看我们的对不对？没有，我还是希望可以挑战动作戏、动作片。对，动作片我是非常期待可以拍，对，希望有一天可以拍。你会想要所谓的动作是武打的，还是体育的？像有的你看打篮球啊，你看你今天这样子，我觉得健康的体育健康的，对，还是运动风打就是武打的。武打，感觉没问题啊，应该就是锻炼一下，你应该很快都可以把身材给练出来。好，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不管是宇腾过去的故事、未来的展望，然后想要挑战的角色，也希望你看我们在9月14号，到时候会听到这个碎语 Dark Wings 正式的发行了之后，然后我们可以感受到专辑里头不一样的另外一面的，比较 Dark Wings 的那一块的宇腾。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歌迷朋友们来分享？自由发挥的时间啊，这最后的时间要跟歌迷说说话，跟迷果们来聊天呢。因为这次的新一批就是好像应该没有之前给大家分享过的一些故事，就是可能是你们想象不到我曾经有这样过。我之前有讲过，就是我希望不会大家讨厌这2首歌。对，一定会支持到不行吧？我是蛮害怕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写词给分享，大家听我的故事，对，蛮害怕的，但是希望你们可以，喜欢了。与其讲害怕，应该是说有一些忐忑，有一些不安，对不对？但是重点就是还是希望大家把专辑推出了之后，好好把它听起来、刷起来，能够让 You 知道说我们所有的迷果是一直以来最挺他的力量。今天晚上再一次感谢宇腾跟我们来分享全新的首播的作品，叫做《怀疑爱》，让我们也一起来期待在9月14号的碎语的发行。谢谢 You， 谢谢，拜拜，拜。好，我们的直播还在进行当中。没关系，不用拍我了啦，不要拍我，拍 You 就好。来，我们最后可以预告这个，因为我们的好，因为我是说实在话，歌迷朋友们真的太你看这个留言是这样跑的，所以我刚刚没有办法跟你专心的讲，是因为我一直在回去看这些留言这样，所以这些留言走得太快了，所以小姐姐有没有什么特别看到？因为我好像看到有印尼文在里面。然后刚刚还有一个好像我不太确定是波多黎各的国旗在那边，反正就是全世界的歌迷都集结在这里，很多。好，大家都在讨论他的背心跟肌肉啊。来，好，所以我现在要先这样，我现在要这样，因为我想要把表情盖起来，可以吗？你可以讲一下说，我可以把表情盖，好不好？所以这3张又是我们刚刚拍的嘛，对不对？好，这3张是因为我们即将会在我们 Hit FM 的社群平台上面，会把刚刚所拍摄的更加能够了解到，更加能够认识到杨宇腾的梗很可爱的、很好玩的、很好笑，更真的可以更加了解到 You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影片的内容，对不对？我们刚刚拍的内容，影片的内容，最后我们还有3张的这个拍立得独一无二。
怎么样获得？请大家 follow 我们 Hit FM 的官方脸书 ，Hido 校园联盟的官方脸书，还包括了我们 Hit FM 的 IG、Instagram 等等等等，全部都给它 follow 起来，就可以让你知道怎么样获得这样子。呢，可以哈。所以到时候我们小姐大概会是什么时候上我们的影片？给我们后制组一点，下礼拜就会上了，好不好？大家都说他中文进步很多。你中文一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大概中文有多差？刚来台湾的时候，刚来的时候就是不是差啦，就是一刚开始来的时候，很差，真的很差，真的吗？会听，但是不太会讲。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要买一个排骨饭都不会买，都真的吗？有这么严重？我很害怕要讲排骨饭这样子。我很记得，就是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就想要去麦当劳买个汉堡，然后就，怎么讲啊？我会念数字啊，讲2号，你就讲2号，你就一直给他2，人家以为你在那边装可爱。你要单点还是套餐？然后套餐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单点是什么，好单点，对，我是中文是这个程度。那现在的你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在台湾的工作啊等等等等，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到底是有没有融入一个环境，就知道说现在你买东西的时候，你是用日币去算还是台币去算？台币。你看现在就融入到了环境啊，对不对？不只是中文变得越来越好，就开始现在思想的逻辑，整个逻辑都开始变得更加融入。做梦是讲日文哦，做梦讲日文还讲做梦就2个都有。2个都有，好棒哦！双声带啊！我们最后的结尾，小姐姐，我们要用什么方式跟 You 来结尾一下？要不要来？你出好了，我来出一个哦。你觉得呢？要不要跟大家最后的一个要不要来个 Kimego 还是什么方式来结束？还是要不然那最后我知道了，还是请 You 你自己介绍一下即将要发行的专辑的名称还有日期。还是可以近一点，因为有点距离。我也觉得有点距离。好，等一下好。你太亮了。你太亮。啊，这边这样 OK。好，可以。请帮他开场。好。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请我知道没有排好，我还是要看一下。最后的时间，让我们请 You 来自己介绍一下即将要发行的音乐作品，好吧？我的新 EP 叫《碎语》，然后讲我自己以前的故事，然后比较黑暗的地方，也比较内心，也比较脆弱的地方。然后9月14号正式发行，希望大家不用喜欢，但是不要讨厌，多多支持啊，多多支持。今天晚上谢谢 You 杨宇腾，也期待新的作品顺利的推出，然后赶快的回到我们 Hit FM， 到时候等到冬天的时候也只会穿一件 T 恤就会来咯。我穿这件 T 恤。对不对？要穿这件。对，冬天穿这件，好，就这么决定哦，好 ，OK， 谢谢 You， 谢谢，拜拜。拜拜。